兄弟们，我又带着下饭恐怖片来了。今天咱们继续太恐系列鬼地狱。众所周知，泰国的恐怖片向来就以邪门著称，更是百无禁忌，啥都敢拍。今天这部电影改编自1972年泰国北壁府真实灵异事件，堪称年度最瘆人恐怖片。自上映开始就连续4周霸榜泰国票房，甚至横扫了东南亚多国的所有院线。我也是提前备好尿不湿才剪完了整部影片。话不多说，兄弟们开饭啦！这故事是发生在泰国一个偏远小村庄。这天清晨，3姐妹跟往常一样上学，走着走着，小妹严母突然在一棵大树前愣住，眼神惊恐地盯着树干，无论姐姐怎么问，都只摇头不吭声，拔腿就跑。而看二妹严恩的表情，应该也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咱就是说，荒郊野岭的大树下是不是藏着啥脏东西？本以为是小孩子看错了，可就在晚上放学路上，更邪门的来了。3姐妹再次路过那棵树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、长发遮脸的诡异女人突然冒了出来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仨，那眼神恨不得要吃人。这次大姐严德也看得一清二楚，3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头就跑。好在3哥及时赶来接他们，这才没出大事。但严德心里就犯嘀咕，这玩意儿到底是啥？为啥偏偏盯着他们姐妹几个？当晚全家去镇上赶灯光晚会，本来是挺开心的事儿，二妹严恩却突然发烧了。可她死活不肯告诉爸妈，就想坐完摩天轮再说。大姐心疼妹妹心一软就答应了。谁知摩天轮刚升到半空，小妹严母突然尖叫着钻进姐姐怀里，说下面有个老太太盯着他们。二妹严恩顺着一看，当场吓得剧烈咳嗽，脸色惨白。可大姐却什么都没看见，姐妹几人顿时也没有玩的心情了，悻悻回家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哥带着严恩去医院，医生愣是说严恩身体没啥问题，可她明明虚弱的站都快站不稳了，只能开点药回家。更巧的是，兄弟俩返程时遇上了请假回家的大哥雅克。不过二哥对大哥有点埋怨，觉得他在军队潇洒，家里的农活全压在自己和3哥身上。好在大哥情商在线，立刻掏出带回来的礼物，瞬间哄好了二弟，兄弟俩才算和解。可谁能想到，从这天起，这家人的噩梦已经悄悄开始。深夜，严恩被窗户异响惊醒，可明明插好的插销，窗户却自己打开了。他刚锁好躺下，窗户吱嘎一声又开了，吓得他壮着胆子撩开蚊帐，结果啥也没看到。突然，这时隔壁床的大姐严德却看到二妹僵硬地走下床，跟丢了魂似的往外走。严德担心妹妹，赶紧跟着起身，结果在厨房却看到了让他头皮发麻的一幕。ทำอะไร啊？严恩正趴在地上哐哐啃生肉，嘴角全是血沫子。就在严德想上前阻止时，身后的收音机突然自动响起，一阵女人的诡异吟唱声传来。刚关掉收音机，一转身，妹妹突然出现。หิว。说完就自顾自地上床了。严德询问妹妹刚才为什么吃生肉，还不等妹妹回答，他就瞬间失去意识，跟被下了蒙汗药似的昏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妹妹严恩彻底变了个人。严德好心问她想不想散步，她却恶狠狠地吼：ไม่ไปมึงน่ะมานวดให้กูหน่อย
แยมพูดกับเจ๊แบบนี้ได้ยังไงแล้วขึ้นกูมึงกับยี่ได้ด้วยเหรอไปให้พ้นหน้ากูรำคาญชักจะเอาใหญ่แล้วนะแย้ม严德忍不住质问两句，他转头就哭哭啼啼地跟妈妈告状，说姐姐明知自己不舒服还逼他干活，妈妈居然还真信了，把严德数落了一顿。委屈的严德跑到屋外哭，小妹严母也跟着跑出来，惊恐地跟大姐说了一件诡异的事。ดึกยี่ตื่นมาเห็นพี่แย้มนอนตะแคงมองหน้ายี่ตลอดเลยแต่หน้าพี่แย้มน่ากลัว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รู้อะหน้าแบบ说着就在地上画起了严恩昨晚的表情，那诡异的微笑居然和死去的同班同学纳特画的一模一样。严德瞬间浑身冰凉，他记得纳特活着时也说见过诡异女人，后来肚子突然隆起，被里面的东西撑破肚皮惨死，难道说严恩也被盯上了？严德赶紧想把这事儿告诉妈妈，可爸妈忙着进城卖洋葱，压根儿没把他的话放心里，还说今晚不回家要住在城里。看着爸妈远去的背影，严德只能把苦水咽下去。可他不知道，大哥雅克其实也早就察觉到严恩不对劲了。大哥把两个弟弟叫到谷仓，疑惑地说：“医生说严恩没病，可他为啥越来越虚弱？”这话正好被门外的严德听到，他冲进去说自己昨晚听到了女人吟唱的声音，可三个哥哥却都说没听见。这到底是严德幻听，还是哥哥们在隐瞒啥呢？更诡异的是，半夜严德又被开门声惊醒，严恩又偷偷出门了。那阵催命的吟唱声再次响起，就在他即将昏过去的瞬间，严德这次死死咬住手指，用疼痛保持清醒，连忙跟着追了出去。可严恩早就没影了。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夜空，严母吓得尖叫起来，严德赶紧跑回去，让他躲进衣柜，自己冲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大哥雅克他们也在找严恩。大哥说，他们仨在门口喝酒，等着那诡异的声音。结果二哥三哥喝醉睡着了，他看到严恩跟丢了魂似的往外走，刚想拦着就头晕目眩，只能把手伸进煤油灯的火苗里，用灼烧感保持清醒，叫醒弟弟们追了出来。可他们没找到严恩，反而看到了那个黑衣女人。她像影子一样飘忽不定，怎么打都打不着。后来二哥在竹林里把昏迷的严恩带了回来，醒来后的严恩居然完全不记得发生过啥，大哥他们也没敢告诉他真相。可还没等大家缓过劲，不速之客就找上门了。这天严恩在家换衣服，突然听到窗户响动，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独眼婆婆正从窗户爬了进来。没等严恩反应过来，下一秒独眼婆婆一把伸进她嘴里，硬生生拔下一颗牙齿。更恐怖的是，她直接塞进自己嘴里细细品尝。这个时候严德和妈妈才听到动静冲进来，匪夷所思的是，居然只把这个独眼婆婆赶走了，连问都没问严恩伤得怎么样。咱就是说，这当妈的心也太大了吧，要是哥哥们在家，这独眼婆婆指定走不出这扇门。可正是这疏忽，让严恩彻底陷入了深渊。大哥得知后赶紧进城找了驱魔人蒋叔，蒋叔一听说独眼婆婆，脸色瞬间大变。原来这老太婆叫崔阿婆，用黑魔法召唤恶灵，结果自己被附身了，没人敢靠近。而眼前的严恩似乎也被附身了，整个人都变得戾气很重。แย้มทำไมทำแบบนั้นล่ะลูกแย้มมึงไปให้ผลเอประพันธ์สารแน่นักดูกูแดกหาซะให้หมด不敢耽误，大哥和蒋叔赶紧赶往崔阿婆的住处，踹开门一看，崔阿婆正把严恩的牙齿丢进一个装满动物内脏的铁盆里，开始进行诡异的仪式。
你ทำ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อีกา大哥上去质问，可崔阿婆却理都不理。就在这时，这个死老太婆转头就朝着一根竹竿撞过去，脑浆都喷了出来。蒋叔见状叹了口气说：“完了，恶灵已经选中严恩当新宿主，崔阿婆没用了，所以就被灭口了。”可更要命的是，蒋叔说自己根本对付不了这恶灵，只能去请他的师傅白大师来帮忙。回到家，大哥让两个弟弟一起轮流守夜。可到了深夜，那阵吟唱声再次响了起来。听到吟唱的二哥三哥当场昏睡过去，大哥想用火苗烧手保持清醒，可这次火苗被一阵邪风瞬间吹灭。此时的严恩嘴里吟唱着，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门。好在严德一直咬着手指没睡着，冲出来一巴掌扇醒大哥，叫醒弟弟们追了出去。爸妈也被吵醒了，可他们父亲压根儿不信鬼神，还怒斥大哥装疯卖傻。结果下一秒，诡异的笑声再次响起。หัวเราะ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มึงออกมาดิไอ้ผีส้นตีนยักษ์อย่าไปทำยักษ์แม่ขอยักษ์แม่ยักษ์ไม่ได้ท้ามันยักษ์เรียกมันออกมาเลยแน่จริงมึงออกมาไอ้ผีส้นตีนกูจะยิงให้มึงตายอีกรอบคราวนี้แหละยักษ์อย่าแม่กลัวเราร้องถึงตายยักษ์อย่าเชื่อแม่สิ紧接着天空突然下起了石头雨，每一颗都精准砸在房顶上。这下他父亲彻底怂了，再也不敢嘴硬。大哥赶紧让弟弟们分头找严恩，自己冲进玉米地，结果听到妈妈的声音在喊他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他以为是恶灵伪装的，直接扣动扳机，没想到真的击中了妈妈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只见母亲缓缓站起身，发出诡异的笑声，脑袋还能自己掰正。大哥这才知道上当，吓得拼命往外跑。刚出来又遇到了妈妈，这次真的是自己母亲。幸好弟弟及时赶到，才没误伤真妈妈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严德和严母也遭遇了危机。เปิดประตูให้พี่แอม门外传来严恩的声音，叫开门。小妹刚想跑去开，就看到哥哥们抱着真正的严恩回来了。严德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是恶灵伪装的。眼看把戏被拆穿，恶灵也不演了，直接把手从门缝伸进来，皮肤被木板划得鲜血淋漓，吓得姐妹俩瘫坐在地。直到听见妈妈的声音，这才平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蒋叔终于带着白大师赶来了。白大师一到就察觉到浓浓的杀气，在门框上画了镇压符咒才敢进屋。他本想劝恶灵主动离开严恩，可是恶灵不仅不听，还装可怜向妈妈求助。ช่วยด้วยพ่อจับแม่ไว้พ่อจับแม่ไว้พ่อจับแม่ไว้妈妈实在心疼女儿，直接冲上去护住严恩，强行打断了白大师的施法，还把白大师给臭骂了一顿。白大师无奈地告诉众人，这个恶灵白天最弱，晚上才是主场，现在必须先毁掉他的祭台。根据白大师的指引，大家来到竹林，他指着最旺盛的一片竹子说：“砍了它，里面藏着恶灵的法器。”大哥他们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砍到一半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里面居然藏着一堆还在跳动的动物内脏。白大师刚说要赶紧烧掉，严恩就尖叫着冲了过来，想要阻止。ปล่อยกูกูบอกให้ปล่อยกูหยุดเข้ามาหยุดไม่ได้กูจะเอาพวกมึงให้ตาย众人合力才勉强按住严恩。大哥果断点燃了内脏，白大师则抽出拐杖里的尖刀插进地面说：“พาน้องเองไป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ให้ถึงมือหมอเร็วที่สุด
ลุงไม่เอาน้ำมนต์ราดเหรอลุงสภาพน้องเองตอนเนี้ยน้ำมนต์ก็สู้น้ำเกลือไม่ได้แล้ว可就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诡异的事情却接连发生。车子开了一天一夜，却怎么也到不了医院。大哥一转头，发现车上的人全都消失了。更诡异的是，严德则看到路边不断出现严恩的身影，头顶还往下滴着鲜血。白大师说这是恶灵的幻象，让大哥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只见前方突然出现了自己的家人，大哥咬咬牙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。幻象瞬间消失，可还没等大家喘口气，吟唱声再次响起。所有人都昏睡过去，只有白大师醒了过来。危急时刻，他刚想用红粉镇压恶灵，却被严恩一口咬掉手指，吐在大哥身上。紧接着车子失控，等大哥醒来后，发现所有人都被严恩摆到了路中间，自己的腿也受了伤。而更危险的是，恶灵已经夺走了他的手枪。恶灵嘲讽地说：“ตอนแรกกูจะเอาแค่ล่างน้องมึงแต่บ้านมึงสิอยากลองดีกับกูงั้นกูจะแดกแม่งซะให้หมด。”说完就一枪打爆了蒋叔的头，还让大哥选先杀妈妈还是先杀弟弟。大哥急中生智，用眼色示意严德把白大师的手杖丢过来。就在恶灵开枪的瞬间，大哥闪现到他身边，用手杖里的利刃插进严恩的手臂。严恩惨叫一声，吐出一团黑泥，恶灵终于被逼出真身，变得虚弱不堪。大哥也是真的勇，马上捡起被白大师加持过的手枪，一枪击中恶灵，随后赶紧把严恩抱上车送往了医院。醒来后的严恩也终于恢复了正常，对这几天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可谁知到了晚上，就在大姐跟严恩说话时，妹妹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。她硬生生拔下自己的牙齿，下一秒，严恩开始疯狂的抽搐，紧接着肚子也开始快速隆起，四肢扭曲，和当初纳特惨死的样子一模一样。等大哥他们冲进病房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严恩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严德站在窗边，突然看到那个恶灵竟然就站在医院楼下，显然就是在报复。几天后，家人安葬了严恩。大哥拿着斧头来到当初那棵大树下，砸毁了树下的祭台，一把大火点燃。他发誓一定要找到恶灵，为妹妹报仇。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设定，更让这份遗憾变得扎心。现实中，多少家人之间的来不及，都是从怕对方担心的沉默开始的。而这部《鬼低语》从来不是单纯的鬼故事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亲情里最该打破的是沉默，最该传递的是坦诚。看完这部电影，你有没有想起那些没对家人说出口的关心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